随着全球格局的动荡以及疫情的阴霾笼罩，中国经济已经面临着不小的困境。而对于当下的百姓，失业和收入下降已成为许多人不得不面对的窘境。那么中国经济的病症到底是什么？萎靡疲软似乎是当前的症状。这个症状的表面原因是需求不振，而从病根上看，其实是中国经济在过去10多年里走上了过度依靠债务和房地产来拉动全国经济的所谓捷径。咱们先来看一下数据，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在 GDP 当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 3% 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 14.8%，2021年底仍然高达 12.9%。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重通常只有 5%。当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长期超过 10% 以上，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了畸形化，也就是整个经济对房地产的盲目扩张产生了依赖。房地产曾经撑起了中国经济，但如今病入膏肓的房地产业也在拖垮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走下坡的第一块骨牌是房地产业倒下来，而第二块骨牌便是与房地产业共荣共苦的银行业。那么中国经济如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民众虽然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向好，但他们从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和职场氛围感受到的是阵阵凉意。上半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均为负数，财政平衡压力加大。中国财政今年上半年同时面临减收与增支，背后一方面是疫情反复、地产走弱以及俄乌冲突等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局势，另一方面是政策性减税、降费、退税以及加大支出力度对冲经济下行。中国财政正处于总体紧平衡、部分地区较为困难的阶段，各方面压力与考验较大。而在另外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9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62种产量下降，其中包括若干主要的大宗商品，同期全国火电发电量下降 3.5%， 社会消费品零售上半年按现价计算下降 1.5%， 扣除物价上涨，真实的下降幅度应当是大于 3%。从这些数字综合起来看整体情况，中国经济很可能已进入负增长区间。大家都知道呢，一国经济通常是由3驾马车拉动的，即投资、消费和出口，而产品大部分来自制造业。前面的数据分析表明，从生产的角度看，主要工业产品中2/3产量下降，制造业的用电量也下降，说明工业生产减少了。而从产品使用的角度看，投资和消费都在下降，只有出口有所增加，但出口撑不起整个经济。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不容乐观。当一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泡沫，无疑是饮鸩止渴，但中国当局却像吃药一样的舍不得放弃房地产泡沫。中国政府始终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真实状况是，全国性的从超大城市到县城的房地产盲目扩展，可以让整个经济兴奋起来，但却会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整个经济被房地产泡沫掏空。而政府性基金预算是观察土地财政的重要指标。土地出让收入占政府性基金收入的90%，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收入，在列支土地整备等成本后，再将部分剩余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在房地产市场整体走弱的大背景下，上半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拖累地方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大降 29.7%。此外，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地方税种收入出现下降，多地烂尾楼风险事件可能需政府出资协助复工及交楼。世界银行曾经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金融援助提供者，他对中国经济的评估一向相当乐观。该国际组织于今年6月公布了中国房地产业分析报告，在经济震荡和刺激之间，中国房地产的脆弱性和金融稳定。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以下行为主，而刺激经济的政策让中国陷入另一个困境，就是会回到无法持续的借债投资的老路上去，因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债务已经很高了。现在中国房地产业的脆弱性已经成为各国关注中国经济的焦点，而中国的金融能否稳定，与试图再度依靠房地产来拉升经济的目前政策走向构成了尖锐的矛盾。而在居民财产方面，这种房地产依赖表现为民众的房产价值构成了他们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反过来，一旦房价下跌，大部分居民都会有财产缩水之痛，再也不敢相信自己像房价高峰时那样有钱，会重新评价自己的现金储蓄是否足够应付家庭生活中的意外，比如失业等等。为此就会压缩消费开支，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如此一来，社会的消费需求就不可避免的缩水了。而房地产业本身是依靠民众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预期维持的，许多人急于购房，甚至背负沉重的房贷，
就是因为房价看涨，买房以后以房产价值为主的家庭财产不断上升，让他们有一种坐拥财富日涨的满足和得意。但是，中国全国居民现在每户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1平方米，购房需求快要到头了。一旦住房总体上供过于求，就有房价攀升到顶而步步错跌的时候。眼看着房价明日倒比今日见，民众抢着买房的心态就变了。谁愿意今天买的房子，下个月就贬值几% 呢？把房价贬值算成是财产损失，他们就更加为财产缩水而心痛。这时候，房地产业的蒸蒸日上也就到头了。在一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的情况下，房地产业开始走下坡，所冲击的不仅是房地产公司，更大的冲击是地方财政陷入土地收入锐减的困境，同时银行开始担忧给房地产公司的贷款和给买房者的房贷，这些贷款会越来越多的变成坏账，令银行朝不保夕。这种地方财政和银行系统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使中国当局拼命想护着房地产泡沫不要破灭，房地产价格不要一落千丈。而这种做法恰恰就使得中国经济难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中国经济是一个严重依赖房地产业的畸形结构，各级政府因为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卖地收入，所以仍然在设法继续推动房地产开发，造成房子越建越多，而卖房则越来越困难的局面。疫情之后，因为经济下滑，中国政府救经济的愿望越来越迫切，甚至要求各地方的刺激手段应出尽出，但是效果极差。上半年房地产百强企业销售金额与去年同期比下降一半，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普遍债务率偏高，只要住宅销售面临困难，而市面上银根稍紧，开发商就会债务违约，陷入融资困境。上文提到的世界银行报告介绍，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负债总额过去几年来迅速上升，2020年已接近 GDP 的 84.6%。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一系列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恒大集团。据报道，其国内和国外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不但国内的大笔到期款项无法支付，连在美国发行的企业债券到期也无法支付。这些开发商还拖欠了供应商、承包商和广告商和购房者的巨额债务，其影响波及了整个供应链。多家开发商为了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不得不减价出售资产，甚至给出大幅折扣，这就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恐慌。由于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公司无力偿还债务，许多在建住宅项目相继停工，然后就出现了大量烂尾楼。7月终于发生了贷款买房客户的集体抗议行动，而许多被房产公司拖欠工程款的企业也开始拒绝偿还银行贷款。如此一来，买房客户及供应商与房地产公司的冲突就演变成了买房客户及供应商与银行的冲突。这就是房地产泡沫行将破灭时，一个严重依赖房地产业的经济必然面临的结局。房地产曾经撑起了中国经济，但如今病入膏肓的房地产业也正在拖垮中国经济。那么如何才能破解当前的困境？这个我们不能而知，大家只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我是历经磨难选择重开的万分大神，咱们下期再见。